各位朋友们好，师傅好。今天咱们聊一聊啊，它能延寿。大家都说吃什么呢？有朋友们说这是人参，啊，还有人说这是什么十全大补丸，啊，或者是什么稀有的什么植物，这个大家各种的推荐也挺好的哈，这种植物哈，你们俩能猜到吧？你们俩是知道的哈，先不能透露，好吧？这种东西呢，对于西藏人来说哈，就像生命一样的重要，并且在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哈，就是在很久很久，不知多少年前了。还开发过一个古道，这个古道上呢，非常的凶险。这第一个就是这个道路啊，特别的艰险崎岖，有很多时候呢，是在这个河边上的这个悬崖上走。如果下雨天脚下一滑，人和马就会掉下万丈的山涧。还有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出来打劫的土匪，土匪也喜欢这些东西啊，他还是人呢，是人就需要，关键是有价值嘛，是不是啊？就是所以这个非常麻烦哈。而这些他们走过这个道路呢，并且没有什么人烟居住，都是比较凶险的地方，因此呢，这个野生动物啊，豺狼虎豹都有。这个豺狼虎豹不是来打劫这些东西的，是来吃人的，所以非常的艰险，麻烦了，有问题吗？对，这个古道是他们当时用来，是做什么用的呀，师傅？它是很多年前，它是一个从哪里通向哪里这样的一个艰险崎岖的道路呢？好，这个古道呢，这个我现在透露了哈，就是西藏的拉萨往中国的内地，经过了四川省，最后到达，今天嗓子有点问题，到达云南。就西藏到云南。对。所以古称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对，茶的，对，为什么叫茶马呢？对，是个问题了吧哈？那这个西藏人啊，就我在那生活过呀，西藏人他这个吃的主要食物啊，没去过的人挺好奇哈，那和我们有什么差别吗？西藏处于高原地区啊，高原地区就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氧气比较稀少，那么海拔比较高，它呢不适合农作物。那你想水果呀，麦子呀，青菜哈，它需要在低海拔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每个海拔高度都适合的。其实海拔高了有很多问题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电子打火机，甚至是现在的电车哈。蒸到了4000米以上的时候不一定好用，到达5000米说不定就不跑了。我说说不定哈，除非坐车的人现在哈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呢，他可以试验出来怎么样在这个高原上一样跑哈，否则的话都可能会遇到问题。你像这个电车在美国下大雪的时候一冷，那就没办法了，是吧？所以很多东西就在这个高海拔的地方就是不好用。所以农作物没有，植物没有，那当地人吃什么呢？但是放羊可以啊，3、4千米羊一样跑。对，所以他们的主食就是牛羊肉。对，所以吃肉主要还是吃肉食。你看我们走过的很多国家哈，都是菜比肉便宜，对不对？对。为啥呢？菜多肉少。菜容易生长。
哎，它种菜种粮食的地方呢，就是肉就少，所以以稀为贵嘛哈。什么东西稀少呢，它就贵。哎，但是在西藏呢，还有青海的一部分呢，还有蒙古呢，很多地方它是比较高就有寒冷，所以这个粮食蔬菜比较少，所以他们的主要食物就是肉食。那么西藏人吃了肉之后啊，这个他也是人嘛，他消化不了，哎，所以综合起来就是让寿命变短。你想，你吃了这个肉，消化不了，脂肪太多了啊，对，没有蔬菜的这种纤维啊，帮助消化。估计他这个牛羊肉吃得多，那肯定奶制品啊，对，是吧？奶制品也吃得多，所以身体还是，这么多的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每天吃下去。对，我们之前也是有师父给我们讲过三高嘛。对。就是那个脂肪如果在我们的身体里堆积的多的话，就是还是堵住我们的肠胃啊，堵住我们的血管啊，还是造成挺严重的后果，像那个高血压啊、高血糖、高血脂。是。然后严重的话呢，这个如果就是堆积太多，还造成心梗、脑梗。对，那就是三高的严重后果。其实我有简单网上有查哈，就是西藏可能在很多年以前，他们经常的那种容易得的慢性病，就是三高相关的心脑血管这样的疾病啊。也是跟他们饮食应该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对，主要还是吃的这个油脂太多，消化不良哈，然后高海拔又没有蔬菜，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要运来茶呀？对了。所以呢，在西藏人哈，西藏也好，蒙古也好，欧洲一些人也好哈，他总吃这个肉哈，确实就是消化不了。对。就这个肉食的油脂呢，就把我们很多东西堵死了，比如说肝脏、心脑血管，不用多了，就这3个问题就会短寿。所以在西藏有个说法哈，就可以就是3日无肉，不可1日无茶。是这个说法哈。是。对，所以那你不喝茶呢，它这个食物就消化不了，身体就非常不舒服了。哎，都是堵塞的。对。胀啊，难受啊，或者对。那个茶马古道其实就是把云南的茶运到西藏，是这样吗，师父？对。从中国的云南哈，一些地区呢，它是产茶的大地区。对。把它这个制作之后，压成方块，压成饼，压成一个疙瘩啊，对，打了包装之后，就往那边运。那古代的时候，那没有汽车呀，那个地方也没法通轮船了，对，是吧？都是陆路嘛，所以呢，只有靠骡马往那边运。对。哎，所以茶马古道呢，其中一个是，往那边贩卖茶。运输茶，那主要是由马来驮着走，当然有马有骡子啊，说不定也有毛驴哈，对吧？那么运输。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运过去的，是茶，返回来能看得到的大的东西呢，是马。哎，中国内地它是畜牧，是农业嘛哈，对，它没有马。对。从西藏呢就运回些马来，对，当然运回来的还不止这些啊，还有像大家需要的东西，羊毛啊，有没有想到畜牧业还有啥东西呢？畜牧业，牛羊肉啊，羊油啊，牛羊油、酥油啊，酥油内地人都不吃的，都不懂，皮革呀，还有黄金黄金宝石，西藏那边的黄金比例比较高，还有宝石，对，还有药材，是不是？对，还有药材，最著名的药材想起啥来吗？冬虫夏草。对了，
那也西藏的特产了。对。哦，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贸易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哈。那把这个茶其实是对西藏人的健康最重要的这样子的一种植物哈，运到西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它能延寿哈。那茶真的当时应该是云南的普洱茶是吧，师父啊？对。对。那这个普洱茶真的是帮助藏族人民哈，他们的这个为他们的健康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对，非常重要。对。那我也想请问师父，就是那对于藏地的人们，这个茶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确实比较恶劣哈。那对于就是其他地区的这样的人，茶叶也有这样的重要的作用吗？它对人类贡献是巨大的。哦。其实简单来说是这么说哈。这个茶叶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药，但是是所有健康的辅助品。在中国唐代的时候，有一部的这个古的医学著作叫做《本草拾遗》。这位陈大医生说，他在这个《本草拾遗》中就写他说：“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哦，听懂了吧哈？对，就是每一种药它其实都是有针对性的治一种病，但茶呢对百病可能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厉害啊！是。所以我的感受呢，说这个它其实辅助让我们获得健康的一个非常综合的这么一种叫做食物的东西。对。因为反正放到嘴里都成为食物吧。咱们就不要咬文字了哈，它到底是食物还是饮料哈？我们都称为食物吧。它是这样一个东西。因为古人还把这个茶叶用来吃呢。是哈。在古代的时候吃茶，你像日本茶道，今天还继承着什么呢？把这个茶叶磨成粉。对。像冲那个芝麻糊一样用开水浇冲一下，就都喝了。对，都喝了。对。所以中国人学了日本人，现在也拿那个小刷子倒那个茶叶，就觉得四不像，那是没懂。过去是用的是茶粉。你像这个宋代生产很多漂亮的茶碗嘛，那都是，所以古人就是吃茶去，不是喝茶去。他又得一勺子一勺崴着，使劲喝才行。有的可以弄得很浓厚，像汤一样。像汤一样，像粥一样，像粥一样，像汤就好喝了，像粥一样往嘴里抹的行，就是比较干的那种。对，所以这个茶叶呢，它是一个综合对身体好的一个东西，所以很重要哈。那它对哪些有好处呢？我们先简单说哈。对，比如说当代的人，脑力劳动多，但是呢，身体呢，运动量少。过去都是体力劳动比较多，是吧？中国是农业社会，那多数人的工作都在这个农田里头嘛，都是体力劳动，所以你吃的肉也好，油也好，其实很快经过这个体力的付出哈，很快就消解掉了。我记得去新加坡，他们给我介绍，这是新加坡特色，有个叫肉骨茶。是的。全是猪肉骨头，对，就是炖的，是吧？感觉热量很高，对，脂肪也很高。今天胖一点的人就不能吃。他们给我介绍这个怎么来的呢？新加坡不是港口吗？过去在那个轮船上装卸货的工人，那个新加坡就不干活穿一个背心坐在地上，就热的一直往下淌水，那个汗像淌水一样。你再干一天体力活呢？身体已经透支了，对，它消耗了那些能量。他们中午或者晚上吃了一碗炖肉，会不会堵住心脑血管啊？不会的，对，他体力完全透支了哈，吃什么都能消化得了。对，那所以当代人呢，你运动量是没有的呀。对，天天坐办公室呢，很少动。对，他吃的营养又很好，对不对？但是你的运动量呢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就消化不了。对，所以引发了多少病呢？
所以当代人我们经常讲三高嘛，三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危害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这样的一个3种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疾病啊。对，那三高带来很多的危害哈，师父。对。那首先刚才我们讲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死，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堵塞，那人就死亡了，有的时候啊。还有脑梗就是中风啊。对，那再往轻里说一点呢，那也就是高血脂的话，可能带来脂肪肝呐，脂肪肝再严重了就变成肝硬化呀、肝癌呀都有可能哈。那高血糖就糖尿病严重了，然后高血压严重啊，对啊，它也会失明啊哈，失明都看不见了，还要截肢，有时候对，有的还引发肾衰竭啊。对，其实有很多慢性病都是这个三高引起的。对，所以也是非常危害人类健康的。那这个茶叶对三高降三高是不是应该很有帮助哈？师父，刚才我们师父有讲，西藏人他们就是三高很容易引发三高的这样的饮食啊。对，还是一部古书哈。中国的中药的书啊，通常多数都是用这个《本草纲目》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古籍哈，在不同时期又有著名的医生的补充，还有呢皇帝的批准啊，就讲到这个，其实这个茶叶呢，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化物。什么叫化物呢？化物，对，它就是消化的化，物质的物，对，就有这个记载哈。对，它尤其是对于这个尤其是说这个牛羊肉的。古人称为毒哈，不是毒，是热气，热的能量。中国人对毒的认识呢有3种，一种呢就是直白的大毒药，你不管什么人吃了就死，你比如说砒霜啊啥的，是吧？就是它到了一定的量就死，所有的毒药都是达到一定的量，是吧？今天很多癌症的中药配方之中，还有西药配方之中，都有直白的毒药。对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叫啥？砒霜哈。在凡是治疗癌症的这个药之中都有它。就是适当的给一点，还有其他的配药一起呢，它这个能够治病。还要杀掉那个癌细胞嘛。对，但是这种药都算直白的毒药。那中国的中医所认为的这个毒是啥呢？你们想一想。毒啊，它就是可能会引发就是让身体生病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湿气，它也叫湿毒啊，对，然后人身体过热叫热毒，火气重，对，热就是火气嘛哈，还有寒可能也会引发啊，就是毒可能就是让身体受伤生病啊，任何这样能够让引发这样的因素都可以称为毒啊。那刚才师父讲，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哈，他就这样记载，他就是说普洱茶最能化物哈，对，是这么说，然后能够解油腻牛羊毒。所以师父讲，就是它能够解除这个吃牛羊肉带来的身体产生这种燥热呀、痰湿啊。那因为这样燥热痰湿，就可能引发身体的炎症啊、感冒啊、便秘啊，到最后导致更不好的淤堵啊，而产生其他的疾病哈。对，它还能够刮肠通泄，说普洱茶啊，这听着挺好哈，觉得把身体里多余的脂肪都给化掉了，刮掉了哈。其实以前去看中医的时候，他们都说你这里痛啊，或者你有这个病啊，它就是你某个地方堵住了，不通畅，说不叫什么痛则不通，对，是好像是这么说哈。是，所以这个普洱茶能化解，还是挺好的，那就是通畅了。对，化解就是把你这个病啊，就是给让身体通畅了，那病气就消散了，它就不会成为病了哈。对，是中医里他就讲嘛，他就说这个
痰湿啊，还有瘀和浊呀，都可能是成为产生疾病的这样的一种造成我们三高啊、心血管疾病的这些病理的原因哈。那普洱茶能够就是化掉这些痰湿哈、淤堵哈，就真的是对健康非常有帮助。对，难怪那些藏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去把那个茶运过来。哎，真是啊，太重要了。那不光对藏族人民有帮助，其实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我想问问香可，你爱喝茶吗？对，以前就不太爱，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甜的啦。我就觉得有时候喝茶好像有点苦。对，茶是哈，茶是苦中带甘啊。那我也想请问师父，就是茶的这种苦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呢？在医学中呢，中医的医学中哈，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颜色和气味嘛，对还有味道。对，以苦呢就能灭火。你想想苦瓜。对，降火的。对，茶叶是它都是灭火的。对。所以苦是对治火的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种。所以普洱茶，咱好像好多那个身体不舒服都是说上火，像头痛啊，或者就是你长口疮啊，对，一上火就生病了。对，所以能降火还是挺好的。对，生气发火啊，这眼睛红啊，这个嘴唇红啊，这个头发变黄啊，头昏目眩啊。血压高啊，对，都是火。包括说便秘啊，对，是，对，所以它就需要来灭火。你才能健康。是的，还有工作时间长之后啊，也会积压了辛苦之火。对，也需要灭它。对。其实现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特别容易上火哈，对他工作很多都是久坐的嘛，坐的时间长，熬夜，然后熬了夜又去吃夜宵，然后再吃一顿油炸的食品呐，又不消化的哈，这真的是火上加火哈。然后有的时候情绪还容易让人上火哈，师父，就是有的人肝火旺，好像经常就会容易生气呀这样子的哈，发怒哈，对，这个中国一部医学古书哈，《黄帝内经》中说哈，这个百病生于气。对，你想怒伤肝，是吧？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对，这快乐也好，惊恐也好，悲伤也好，都伤身体。对，伤五脏哈。对。是，所以情绪过度了也是对身体不好的。对。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茶能降火嘛，对。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偏瘦，就是他身体偏凉，偏寒性这样子的，能量比较重。对，那他可能经常泻肚子啊，怎么样的？那他这样子，他适合喝茶吗？是可以的。那像比较清瘦的人哈，脾胃又不好，我给大家推荐一种呢，普洱茶中的叫熟普，就是它这个加工方法的这个原因哈，就使得它茶中的那个阴凉的那个能量哈，就减弱了很多，但是茶的本身呢，还能够帮助脾胃，促进消化的是这种东西，所以用这个熟普洱呢。就比较好。那你想再用这个道理来推理哈，生普洱呢也可以，生普洱呢最好是放过几年的生普洱，就是放过5年7年呢就比较好，放的时间长一些啊。对，那以前师父讲过普洱老茶，老茶是不是就是生普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长因为老没有一种标准叫老，是吧？你不是说放70年，你要是放了70年，自己还不一定活70年，是吧？就是老呢，通常是几年以上都称为老。好的，
对，那就脾胃虚弱的人就多喝熟普，或者是放置至少5年以上的生普哈，会对他们身体还是很有帮助的啊。对。那其实就是普洱茶，就是熟普，尤其是熟普，我记得师父讲过，其实对于胃养胃是非常好的。对。就师父说，以前说有胃酸的人呐，哈，他经常，哎呀，就是世界都变得灰暗了。但是其实，时常喝一点熟普，我们的菩提普洱茶啊，它就对治胃酸是非常有效的啊。对。很多病我都得过。像这个胃酸呢，小时候也有，就是几年前、4年前啊，就我在尝试，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推荐的一种药，啊，那个叫药盒子哈，在很多佛像上有一个圆的一个东西，我就试一试，我说这个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我就连吃了3天，3天之后，有一天其实阳光明媚。但是我感觉世界好灰暗呢，我心情特别沮丧。那我很快我就找这个原因，找，是我试验这个良药哈，试的太多了，伤到了我的胃，使得这个胃酸过多了。这胃酸一旦过多之后，你的精神系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很多比较偏忧郁的人哈，通常是这个胃酸。或者脾胃不太好，所以就变成忧郁。所以忧郁的人呢，看样子就是喝普洱茶，就能看到阳光，心情就会变好。对，看到世界原来如此的美丽。太好了。尤其是喝熟菩提普洱茶，就能看到阳光，看到希望了。对，真的是，因为它是一个由生理的一种不健康。就造成了你的精神当中的那种错误的错觉，好像觉得生活一下就不对了。养好胃，心情好，身体好。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中的觉受是来自于生理的。对，是互相影响。对，所以胃酸真不是个好事啊。不是，然后我记得师父也有跟我们说过，就是那个普洱茶，它不仅养胃，也促进消化。就是有时候啊，可能我们吃的有点过多啊，然后吃完之后，其实身体是感觉不舒服的，胀了，对，胃胀胀的，就感觉都消不下去，然后又睡不着。其实这时候就是喝一杯温热的熟普，能够促进我们的消化。然后也是熟普也是通便嘛，上一次我们直播也有说，对，然后防止便秘。对，好像是师父有讲，它有很多的很好的益生菌，在它发酵的过程中哈。对。对。这益生菌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们肠胃呢，就是有添加这些好的益生菌，然后才促进消化嘛。而且现在可能很多人胃胀啊不舒服，就去那个药店去买药。那其实我们不用去那个买这个益生菌，因为我们的普洱茶里就有天然发酵的益生菌，更健康。其实每天喝茶就好了哈。是。好的，那个师父啊，我还有就是听说哈，就是茶叶其实还对人体有一定的解毒的这样的功效，是这样吗？是在医书中哈，就是神农百草经当中就写到哈，这个神农尝百草，尝过72种有毒的，其实很多草的毒性比较强嘛，最后他都用茶就把这个毒给解了。对，很神奇，好玩吧？对，其实我记得哈，当时我在青海的时候，当地人也是因为他是西藏的邻居嘛，天气比较冷，当地人呢爱喝酒，很多人你就看到醉汉倒在地上，非常普遍的，对。那么当地人就告诉我呢，就是给这个喝了酒喝醉的人呢，喝茶。当地没别的茶，就是普洱茶。这喝了酒之后呢，你喝点普洱茶，醒酒，几大杯普洱茶，醒酒。对，它既解毒还醒酒。是。
对，这个我还真的专门还网上看了看哈，师傅。哦。他就是说，这个普洱茶里面呢，它有一种物质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代谢掉酒精对人体产生的有害物质，就特别的好。那它这个有害物质快速的排出去了，同时呢，茶中还有一些茶多酚呐、茶氨酸，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细胞。酒精喝多了伤害肝脏嘛，对啊，所以这个茶真的是挺好的。对，它能解毒。对，而且不只是酒精，我们还有些可能生活中啊，如果说你可能生活的地方是有比较多工业啊或农业，他们这些地方它水里可能那个就是重金属会多一点。那重金属多，像有铅啊、水银这样子，其实我们如果身体摄取过多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还会影响我们肾脏。重金属中毒呢呀？对，就像中毒一样。但是我们多喝茶是有好处的，就是茶里它有一个成分叫鞣酸。然后这个鞣酸呢，它可以跟那个重金属就是进行结合，变成就是不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的一个成分。这样子呢，它就能够通过我们的尿液啊或者排泄物就排出身体。所以茶真的是有非常好的解毒的作用。真的哈，对，我还记得有看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茶不是传到了英国嘛哈，英国人很喜欢喝下午茶，当时英国的码头工人啊，他们呢，码头的这个工作环境也确实不太卫生，经常吃的不好，容易痢疾啊哈，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他们就会喝很多酒。喝很多酒，当时为了就是能够不得这些病嘛哈，那喝得醉醺醺的，其实每天上班也挺不容易的。后来终于茶传到了英国，然后他们呢就喝红茶来代替喝酒啊，每天上班之前喝红茶，保证了他们的肠道健康，同时呢，而且还精神满满的，又不像喝酒一样醉醺醺的去上班哈。对，所以喝茶还真的是对于解毒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是。确实是。那现代的人哈，师傅，就是其实电脑啊、看电脑啊、手机啊这种辐射性比较大的这样子的电子产品用的很多哈，从小孩到年长的老人都是这样的。那茶叶对于这种抗辐射、防辐射有帮助吗？我觉得有帮助。我们不是说把这个茶叶非要。咱们又不是茶商，对不对？对呀。非要把茶叶吹成万能的嘛？那不是这样的哈。这个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其实一会儿你们讲它的科学道理。我就给人试过，因为我是一种直觉，我是靠直觉的。就过去的时候哈，20-30年前那个电视机那么厚，对，玻璃的，你要靠近它，女生头发长，那个头发都被吸过去。静电，它那个静电太厉害了，其实是辐射。你要在那用那个电视机哈，你看上3个小时的剧的话，其实你身体是不舒服的，是燥不舒服，心跳不正常，睡觉也不正常。觉得刺激那个能量。就有一个小孩他就不能上学了，他们家比较富裕，买了个电视机，这小孩不管喜不喜欢的都去看，每天看4个小时以上，最后他的眼睛都花了，就看字儿就到学校读书读不了，而且呢总是打瞌睡，一个是睡觉也少，那找医生看的话说，就好像是种紊乱一样，没有办法，找我的师傅，师傅呢也给他，正好也有别人送给师傅的茶叶，师傅说加持，他给你这个茶叶拿回去喝，给这小孩哈。每天至少喝上那个大茶壶3大茶壶，你就慢慢喝，之后呢再去运动，喝完茶之后别着凉哈，妈妈带你去跑步运动，3-5天就能上学去了，他那个感觉就消掉了，所以呢喝茶哈，能够对于现在这个电子这个产品哈，给你带来那个辐射呀那些不舒服哈。可能有一个缓解，或者是就像解毒一样的一个作用。真的是很重要啊！对，我们现代人接触这个电器就是很多，所以长期泡在这种很高辐射的这种环境里，其实科学他们解释就是你一直接触辐射呢，你身体就会产生这个东西叫自由基。
自由基是什么呀？自由基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伤害我们身体细胞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敌军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是，然后它伤害细胞呢，你就想它就会损伤了我们的细胞嘛。对。那你表面上能看到的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衰老的迹象啊、皱纹啊这一些。就是人如果经常被就是这样的辐射环境下工作的话，容易过早的衰老，是吗？对，过早衰老。那还是你表面上能看到的。你想想，如果它伤了你，就是那个五脏六腑的那个细胞，你整个身体都老化了，真的就是影响你的。那岂不是就减寿了吗？对对对，是的。而且呢，它还伤我们的细胞里的 DNA。伤了 DNA 就是那个细胞容易有基因突变嘛。然后所以他们就说，过多的那个自由基的环境里呢，就是容易产生癌症。那真的是不好。对对。那茶呢，它有这个成分叫茶多酚。这个茶多酚就是抗氧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元素。那这个抗氧化呢，它就能够把这些自由基就除掉。然后所以就像师父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小故事一样，就是这个就是经常接触到那个有辐射环境里啊，我们多喝茶真的就是能够帮我们把这一些不好的因素都解掉。就消除了这些自由基带来的危害哈。所以他们说多喝茶就是抗衰老啊、抗癌啊、抗氧化、抗辐射。是，还真好，科学道理。哎，不错不错。对。那以前哈，师父就是古人在我们可能发明牙刷牙膏之前哈，是不是就是我看书上有讲，就是用盐水漱漱口啊，或者用茶水来漱漱口啊。对。那这个茶水是不是对于这个口腔的健康也是挺有帮助的？是。其实口腔健康呢，它和脾胃相连的，是和脾胃相连哈。对。通常这个口臭，还有这个口腔里面的健康问题呢，它可能和你的脾胃的疾病有关系。是这样的。它只是一个反应哈。对。对，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脾胃肝的毒达到一定程度哈，你的牙齿就会坏掉。因为我30年前遇到一位吸毒的他也是30岁，30岁的满口牙、大小牙全掉光了。哎呦，这么年轻，好玩吧？牙齿都没有了。那跟我们练呢，练2年，他长出4颗新牙。长出4颗新牙，真是枯木逢春的感觉。这么听着有点太不可思议啊！这都是我认识的人，是吧？他那个妻子把他真的就是我们也不帮他的话，他妻子就是我要跳楼了，没办法面对一个大毒虫丈夫，是满口牙掉光了，像小老头一样。哎呀，这全家的吸毒嘛，那些做生意赚来钱全部糟光了。对，这是第一件这个牙齿的事情哈。那么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也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有一次呢，我牙疼，就感觉这个牙呀，这个大牙底下这个右侧底下的牙呀，好像往上凸出来一样。你一咬合，牙就被顶得痛得不得了。我就问师傅，师傅说，就是上火了。火牙。那怎么办？有办法没有？有什么神奇的办法？师傅说有神奇的。然后他们不是天天泡茶吗？跟师傅一起那个地方是每天离不开喝茶的。我们喝的是酥油茶。他把这个泡茶的这个茶叶，因为那个刚泡上2泡，才30分钟吧。他也把这个茶叶捞出来一小把，也是念念咒、画符，说你呢，他拿了一撮嘛一小撮，咬到牙痛的这个牙上头，咬到这儿，这塞了那么多，像鼓个大包一样。别说话，就让我。我就在那打坐念佛，就心里念了。那差不多2个小时以后，师傅问怎么样啊？我感觉一下，好像不痛了。我一把这个茶叶沫拿出来牙就不痛了。但是师傅看一下说，你再咬一会儿。又咬了2个小时。之后，我这个块外头能摸得到鼓起来一个包都好了。都消下去了。这个牙床上这个牙突出的感觉没有了。就消了。
消炎的感觉。对，所以师傅说呢，你用这个茶叶呢，如果比如说你吃了葱蒜，味道不好，用浓茶漱口，还再喝上2杯浓茶，这个味道也消减了，并且这个葱蒜的那个辛辣燥热也给解掉了，就是。哎，所以后来呢，我呢遇上有些那个皮肤哈，哎，有点烂的流脓，没办法，我呢就拿点茶，这个茶是偏绿茶类的哈，铁观音也可以，就是他先水泡一下，嘴里咬一咬，师傅那么做，我也跟着做呀，所以我也不会个别的，哎，完了之后敷到伤口上，贴块胶布，2天之后那块肉长好了，就是。还能促进生长。对，伤口愈合。对，所以这个古书中哈，《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就是这个口破，这个嗓子痛啊，这些呢，包括嘴里面有伤口哈，都是寒的，这是个巧合哈。我相信师傅没看过这个医书啊，因为他是藏族，他呢，就是也是这个医生也说，咬住一些这个茶叶，对，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熟谱，只有生茶类。哎，把这个茶叶咬到嘴里头，或者含到嘴里头，比如说一晚上4、5个或者7、8个小时下来之后，你这个口疮啊、嗓子痛啊、说嘴里的破呀，就可能会好了。那就跟师傅帮师傅治疗牙痛是一样的。差不多，方法是一样的。是。茶叶真的是，对。那我们这个茶道也是，就是说，这是额外的一点小的科学知识点哈，师傅，就是说茶树呢，它富含一种就是元素叫氟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牙膏里不都有氟吗？很多牙膏都会，然后很多国家在他们的水里也会添加一点这个元素，就是对于我们牙齿的这个珐琅质，它能够让它更加的加固哈，而且能够让它的抗酸能力增强啊。所以经常喝茶，其实对于牙齿的这个就是加强牙齿的这个本身的质量是很有好处的哈。对。然后我还记得师傅有跟我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多喝茶其实能预防感冒。对，这是小时候我们常用的方法呀。很多不光是我的师傅，很多老人哈，尤其是在高原上的老人都是这样说。如果你有初步的感冒症状，比如说嗓子痛啊，这个头痛啊，有点晕，颈椎呢有点硬邦邦啊，转不动。这就是感冒症状要来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伤风。伤风一来，伤风感冒嘛，就是这样，就要感冒了。这些老人家就说呢，你呢喝上，他说他们当地的话，艳艳的普洱茶，艳艳的普洱茶就是浓浓的意思，浓浓的普洱茶，喝它几大壶，但是这个时候别出门对，就是让它发汗。一开始喝哈。可能你只是头上出汗，或者只是腿上出汗，身体的另外一部分是不出汗的。到喝到什么程度呢？全身汗淋淋的，这个时候就是打通了。所以呢，由此来说的话，第一个喝茶呢，喝普洱茶能防感冒，还有呢，它通经络。对，其实也是个通畅的一样的。是通经络就好了，那感冒就解了。好玩吧？是。对，其实就是一样，就是预防感冒。师傅说，人如果就是特别疲劳的时候一天下来，比如说一天的工作很辛苦，这个时候喝上几杯浓浓的普洱茶，然后让整个的经络都通畅之后，这个疲劳感就很快消失了是，这个防感冒和疲劳又是一回事儿它有类似的功用哈，但是呢，它用法稍有差别哈。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从青海到西藏，如果干体力活了，今天比如干的活很重是吧？半路他要喝茶、吃干粮，要补充能量的话，那这个茶就是这个沏茶法又不一样。他们要喝的奶茶，就是普洱茶，煮的时候兑一点牛奶，再放一点盐。为之我还问过，为啥放盐呢？那不是说师傅说了，
当地人都知道。但是放点盐才有力气啊。其实我们知道盐还能杀菌，知道吗？还增长力气。那牛奶呢和茶呢，一个是让自己经络通畅，牛奶也会帮助经络通畅，还让少数的人呢会获得能量。哎，它这样混合的，所以呢，半路这样吃一点这个餐点的人哈，就是他很快就是那个力气就来了，用20-30分钟的时间就解决问题了，哎，能量一下就恢复了，充了电了，就可以接着干活了。是，所以你看到了欧洲的话，也有很多是奶茶嘛，到印度现在天天喝奶茶还是，它都是为了快速补充能量。对。那师傅有个问题想请教啊，就是咱喝茶的话，喝热茶跟喝冰茶有分别吗？有分别啊。它就是同样都是就是茶水，对不对？热茶水和冷茶水。那你想，你喝冷茶水和热茶水，你的身体感受是一样吗？就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吗？但是那对身体带来的帮助和伤害是不是也有差别啊？应该是。关键人类这个动物，它的饮食应该吃冰的还是吃热的？要去这么想。应该吃温的呀，温热的。都说吃温的会好一点。36-7度嘛，那太冰的东西就跟我们的体温不一样啊，哈。有时候觉得其实就是很热的时候就想喝一点冰茶嘛，但喝了那个冰茶了之后，就觉得可能体温那边有一点下降，但是里面就是感觉还是有一点热了，对，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你就是喝了温茶之后，觉得很舒服，可以睡觉的那种感觉。对，通常这个冰的饮料哈是越喝越渴，哎，要喝稍微温热一点，就是如果天气热的话，这个水不冰就可以，哎，喝了之后呢，相对解渴。如果有一点热量的话呢，就是快速解渴。哎，这个时候使我想起来，我见到就在马来西亚，我见过一个年轻人哈，20多岁的年轻人，就在我面前发生一件事儿，想听吧哈？想听。肯定说什么事儿啊？人就是好奇。他呢？跟我们吃面条，一起吃面条，热面。吃热面之后，这个餐馆旁边呢就卖冰激凌。他先来了一瓶冰水，再吃冰激凌，一边吃着，我们正在走路聊天，就听着咔一声，就我们听着一个轻轻一个东西碎掉了，结果他一张嘴，一个牙碎掉了。这太可怕了。这我亲眼见到的哈，这个事儿有6-7年了。哎，那它怎么碎掉的？你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先热后冷，牙齿被酥掉了。对，所以这个我先说这个冷哈，它带来的伤害是多大的？哎，长期吃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人长期吃冷冻的食物，如果是女人的话，就特别影响未来的生育，还有你个人做人的幸福感。你每个月总有一个非常不舒服的时间，就是喝这个冷饮多了之后，所以这个热茶和冷茶，还有今天就是反正为了卖钱嘛哈，那种水果茶呀，放了很多冰，还有很多糖。对，然后在西方人开的餐馆里头，给你倒杯冰水吧，放了半杯子全是冰。再往里加凉水，那个水都是冷冻过的，这个喝了之后啊，把你的肠子全都冷冻住了，就是对身体不好，所以喝茶呢还是温热茶比较好，尤其是在吃了这个肉食和高油脂的东西的人哈，你要喝茶，要想对你身体带来帮助，一定要喝热茶，才会产生作用，否则是有负面作用。好，感恩师父。对。那我们知道哈，现在年轻人他们经常，比如说工作学习呀，时间长了就容易发困嘛哈。发困呢就想着，哎呀，喝点什么东西来提提神哈。对，喝咖啡是吧？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喝茶应该也是对于提神醒脑应该挺有帮助的哈，师父。对对。这个是这个你像你要喝茶的人最有感觉了哈。尤其是绿茶。
啊，包括铁观音。像中国的绿茶，第一个绿就是什么春天那个叫啥？龙井。龙井啊，什么春尖儿啊，毛尖儿啊之类的哈，这个绿茶类的。再之后就是南方茶的铁观音之类的哈，铁观音算是半发酵茶。对，这个它里头这个咖啡因的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如果你要喝了之后啊，比如说下午了，上午喝它2茶杯比较浓的这类绿茶哈，你这一天都不困。像比较瘦的人哈，我估计明天晚上你也睡不着。它里头有海洛因，是不是海洛因？咖啡因贼重了，啊，那带有伤害性的了，就是。但是这个普洱茶呢，通常它的加工方法嘛，因为其中有一项呢，比如说晒，还有呢蒸，晒蒸，还有存放。这个过程它都在产生了这个类似于氧化作用、化合作用，使它的原来的咖啡因哈自动的在蜕变、在减少。所以这个老的普洱茶，不管熟饼还是生饼哈，它的咖啡因就没那么多了。所以想提神哈，提神、明目、醒脑，还有刮油，所以喝这个普洱茶呢就比较安全。是。对。所以的话，到下午稍微有点瞌睡的人呢，哈，如果下午真是瞌睡，喝稍微浓一点的茶，喝1小杯，就够了。它的作用和咖啡那个醒脑的作用差不多。对。对，那还真是哈。对，我记着我也读到，就是说，它这个就像师父讲的，它咖啡因呢哈，能够让我们提高这个注意力、提神哈。但茶中呢，它还有一种叫茶氨酸。这样子的对，这样子的元素，它又能够帮助大脑放松。对，所以平衡一下。对，它能够平衡咖啡因对于大脑的刺激，所以茶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够让你平和的、能够提神的这样的饮品啊。对，那熟普就更好了，就师父讲的啊，它更温和。对。所以在这个。有一位古代的药王哈，称为药王皇帝封的孙思邈他写的一部著作哈，叫《千金药方》。千金药方中说呢，这个茶呢，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这又有力气，又有能量，又有幸福感，就是这样子。最后和我刚才说的，茶再加点奶。再加的盐，那个效果呢就更好。是。所以中国古人呢都有这个研究了。对，那就是老道士啊，什么很多的禅师啊，都很喜欢喝茶哈，也很长寿。尤其是中国西部的这些道士哈，西安以西的这些道士，哪一个不喝茶呀？每个人都是茶王。特别超级能喝茶。他们喝茶的，所以他身体很清瘦，但是寿命很长久。对，很多道士70、80岁上山，20岁的年轻人哈，登山都快哭了，老道士健步如飞跑上去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啊。所以呢，他有没有说茶对他有帮助呢？这我不敢说哈，但是这些都是喝茶高手。身体呢，那种叫矍铄。眼睛明亮，但是身体非常瘦，真健康对，健步如飞。我想喝茶可能对他是有帮助的。对，因为常喝茶不容易发胖嘛。是。对。所以感恩师父哈，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个茶哈，茶叶能够带给人了很多的这种健康的帮助哈。对，真的好多。养脾胃，那脾胃本来就是后天之本哈，脾胃好了就是健康的这个本源呐哈。然后又养肝肾哈，对，对于五脏六腑都有帮助，还很重要的能降三高、刮油脂哈，能够防病哈、治病。还能够补气安神，所以茶真的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延寿的哈，这样的一个珍宝来着哈，师父，那茶这么好，师父对健康这么好，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禅师很多，都喜欢喝茶哈，对，那也想请师父来
给我们指导一下，那茶是否能帮人开悟呢？哎呀，茶本身是不能令人开悟的。但是茶呢，刚才讲过哈，它能帮人通窍，帮助消化，增长力气，消除油腻。对。那你接下来思考，你怎么说？那人通畅了，自然就会平和，心情就不会那么烦躁，是不是啊？是。对，就容易能够静下来，会不会？那坐禅的时候，经常哈，你像我们师父也教我们，哎，有的时候要打坐呀什么的哈。那如果今天吃的特别的燥啊什么，坐下去就心不静，就定不下来，总是胡思乱想哈。那要是如果说是经常喝茶，就是人的身体处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那相信精神就更容易静下来。那静下来是不是就更容易得到禅中的智慧呢？一定是的。就是其实好像师父跟我们说的道理，就是我们身体堵住，被油堵住，就是不健康嘛。其实太多油在我们身体里，一定对我们的那个思维啊、那个智慧啊，一定会有影响的吧？是，肯定不舒服。油脂多了，然后你想这个人要是3天再上不了厕所，那这个身体的状况，你别让他去打错了，你让他就是干正常坐在那儿，他都很不舒服哈。对，他都老想发火呢。是的。对就老想发火，可能就没有办法进入清静的状态了。对。那我记着师父好像也讲过，就是小时候坐禅的时候，师父是有要求的，就是不能够吃油腻啊，然后不能够吃葱蒜呐，然后很多事情不能够去一些经常的那种就是去喝喜酒啊，就是让人心情能够大起大落，对产生特别容易烦躁的这些事情，在坐禅之前就尽量少做哈。那喝茶能够把人身体降火，对，把火降下来，是不是就更容易清净了？清净就能生智慧了。对了。所以呢，你的这个现在过去坐禅的时候，就是现在如果正式坐禅哈，那师父对你是有要求的。第一个就是饮食，第二个就是行为。饮食的话，让上火的东西不能吃。什么上火？说说。油炸的，然后肉食辛辣的，对。其实糖和太多甜的也是吃太多甜的容易上火。对，反正就是很干的啊，这样子的。吃太多也容易上火。是吃太多是，就感觉消化不了，就是不够清淡就容易上火哈。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资料，就是当时为什么茶会传到日本，其实是因为那个僧人。对，他们很多僧人都是靠喝茶呀，他们就也是帮助他们那个提神，然后也是有助于他们的修炼。有助于他们经常去进入到一个禅静冥想的状态哈。对。所以你看，喝茶它不仅有那么多健康好处，也帮我们精神得到了清净，也是让我们更加的智慧。所以真是身心灵的受益啊。是的。是，所以我记得以前师父有讲过，我们还讨论过那个赵州禅师是。对，赵州禅师挺好，挺有趣的那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僧人来到2个僧人哈，来到赵州禅师这儿来请教他，然后那赵州禅师就先问第一个，就是说，你以前有没有来过这里第一个僧人就说我有来过，然后赵州禅师就说吃茶去。然后第2个僧人来了，然后然后赵州禅师又问他，你以前来过这里吗？这个僧人就说我未曾来过。赵州禅师也跟他说吃茶去。这个时候，这个寺院的这个监院呢，一看禅师说给第1位僧人来过这里的，说让他吃茶去；第2位僧人没来过的，还让他吃茶去。他就问赵州禅师，为什么2个僧人都让他们吃茶去呢？赵州禅师拿了一个他手中的那个拂尘，打了一下这个监院，说吃茶去。对。想请师父说给我们来解答这个赵州禅师让他们去吃茶去，
是。对，三个人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不同的意思啊？对呀，香可你来说说。吃茶去啊，就是感觉是不是昭州禅师不想回答他们，让他们就意思就是说一边去吧，一边去一边去的一个比较礼貌的说法哈。那或者有没有可能是说，你们好好的去修？有可能，有可能哈让他们好好修哈，继续去修。这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禅宗公案了，每个人的对都很熟悉。也有可能是去喝点茶，让你心清静下来，可能就能够知道我问你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了所以其实3个人那个的回答，同样的吃茶去，可能那个昭州禅师的意思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只能猜吧，因为没有明确的一个说法嘛。吃茶去啥意思啊？如果今天按照科学分析，就是你清静下来。那你再推，清静下来就能生出智慧来，可能就容易让你开悟了。他可能会自己找到他想要得到的那个答案。对，让他。所以茶真的是，就是不仅有健康的好处呢，通过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通畅清静，其实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坐禅，更好的去进入到清静的状态，而产生智慧师父。所以说禅茶一味嘛。对对，有这样的说法。那我们的这个普洱茶师父，就是我记得师父以前有讲过，它其实是越放越好，就是越久越好，是不是啊？对，很少有东西是这样的。对，我没有听过哪个茶是这样子的，只有普洱茶是越放越好的哈。对，师父有说，就是1年是茶，3年是药，7年就是宝，10年就是宝中宝了。那我相信，是不是就是它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它就在不断的自然发酵。对，这个发酵的过程呢，会让茶产生很多更高级的这样药用的价值。所以老茶是宝啊，真是。那我们现在那个慈悲音上，就是也是有一些有一些年头的茶，像那个2016、2018年的那个熟普跟生普，还有这款云端的普洱茶是2008年的，距离现在应该也有个10多年了。是是，所以真的是宝中宝。而且这些茶除了它本身的有很好的那个健康作用，也都是师父加持的。也有师父最美好的加持和祝福在里边。对，我们因为药师佛圣诞也要到了哈，药师季到来了，非常感恩师父特地加持了一批我们的这个菩提普洱茶哈，大家可以看到。对，那这个带着师父最美好的祝福，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茶旁边走过的时候，茶香四溢呀，沁人心脾，真的是非常好闻哈。对，那带上师父的加持和祝福，相信和有缘的人结缘，一定能给他们带来健康长寿、吉祥如意的。感恩师父。对，那各地禅堂呢，已经都有会陆续迎请到这样的茶。那也希望有缘的朋友赶快去禅堂，数量有限哈，赶快去禅堂，请到属于你的那些菩提普洱茶。对，那我们的普洱茶呢，其实还是特别有机的茶，对吧，香客？是，我记得就是有一年呢，台湾一个挺有公信力的一个大学，然后他就抽样了一些茶做检验嘛，然后他就是抽样检验了我们茶，然后就是他检验的是有400种那个农业的一些毒素，农药的残留物对，有没有重金属啊？是，他检验了400种，我们茶什么就是任何一种毒素都没有，药物都没有哈。是，所以特别干净，品质特别好。不能够再有机了，是吧？是，然后又带着师父最好的祝福和加持，所以真的有缘的朋友们，赶紧到你附近的禅堂，只迎请一饼普洱茶。对，真的，而且还不止一饼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可以多存一些。是，这个越放越好。对，对。
然后喝茶之前，我记得师父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加减方。对，普洱茶其实是百搭的哈，对，可以和不同的食材搭配起来喝啊。像那个我们经常喝的那个疏肝明目茶，对就是普洱茶加上那个红枣加上枸杞，还有那个菊花对，因为就是说肝火旺嘛，就经常。那个可能口干舌燥啊，眼睛都朦胧啊，对，或者脾气也上来啦，要发脾气这样就是经常喝这个疏肝明目茶，能够帮我们降肝火，平衡一下，对，也是很养胃，然后清心明目，对，这个其实我们很多同修、很多朋友都是必备的，家中必备的茶，而且是经常会喝的，是材料又特别容易找到，然后特别容易制作。然后对身体很好，然后对于体寒的人呢，这个普洱茶呢就可以，我们的菩提普洱茶就可以搭配一些这个红枣啊、枸杞啊这样热性的食材哈，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温暖起来哈，温和我们的胃啊、补气啊，它非常有帮助，然后如果身体特别寒凉，红枣还可以放在明火上烤一烤，这样子它的这个补气的效果就更好，然后我们有时候到一些茶楼，他们还会给我们一些菊普茶，经常会点菊普哈，菊普，那就是普洱茶加菊花是吧？对，就是如果说有一点上火那就可以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搭配，还有包含我们上一期直播，我们讲到便秘，师父给我们介绍一个配方，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排便的不通畅的问题，那每天早上就是喝上一杯温的普洱茶，然后加上一滴香油，还有少许的盐，就是能够很快的，就是帮助我们润肠通便，让我们一天都很舒服。是，对。那普洱茶好像还能做面膜呢。其实师父有一次跟我们分享哈，说如果脸上经常起斑点呐、起痘痘其实不用去花钱买那些很贵的面膜哈，自己煮一壶浓浓的普洱茶，用这个厨房的那种纸巾稍微厚一点的哈，浸进去，然后贴在脸上，敷个10分钟、15分钟的其实经常这样敷一敷，皮肤会变得非常的细腻白。祛斑又美容对，是，那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请到的茶，它通常都是做成茶饼就是也是方便运输方便存储嘛。对。那就想请问师父，就是像这样的茶饼，我们要喝之前，就是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呢？之前，怎么处理？就是把它弄成小块这样。就是把它掰碎它呗。对。那这个是还障碍的有一些人哈。对，因为我们的茶饼质量特别好，师父就是它。那我拍了个小视频来大家看一下。这样大概就用这个方法哈，用那个螺丝刀是比较干净的哈，对，所以用它是最安全。适当的这样撬一撬，弯一弯就开了，接着用手掰之后存放的一个干净的容器
啊，玻璃瓶子啊、陶瓷罐都可以。那个盖子可以不盖，叫做醒茶。这个茶呢存放了很久哈，这样我们要喝的时候提前呢，也就是让它和空气多接触，这样会更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拍摄这么细致的视频哈，其实这看了以后就懂了。那师父啊，那很多同修他们也是，就是比如说多请了一些普洱茶，想要再放一放啊，放的时间长一点，让它更香哈，更沉。那怎么样存放这个普洱茶是比较好的呢？首先现在来说，请普洱茶哈，就看你请多少了。请1、2饼比较容易，就是它这个纸包装哈，不用外头不要套塑料袋，也不要把它放到瓶子里头。这个茶叶需要透气。那这个普通的纸包啊，它是本身是透气的。存放的环境啊有很多，一般的生活环境都可以。像这个卧房啊，客厅啊，或者是像在北美地区。独立的一个 house 一个房子，比如车库嘛，放在车库里也可以。车库的柜子里头。就是要通风的地方。对。那车库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北美东部啊，冬天会比较冷。对。然后夏天热，这样的温差可以吗？对茶来讲？我觉得对茶是有帮助的。这个忽冷忽热的这个温度哈，可能使茶的这个香味更浓。它的质量会更好。对。好啊，师父。那这个普洱茶叶，我们就知道它吸味道哈，所以通风很重要，就是不要放到可能就是味道比较浓的那些地方，是吧，师父？比如说鞋柜，或者厕所里头。对，就厕所没味儿了，全跑茶叶里去了。只有这个风险哈，所以茶叶是吸味道的。所以的这个放茶叶的地方不要有怪味的地方。曾经有一个人给我讲个故事，他买了几箱子，一箱子40来块嘛哈，买了几箱的普洱茶。他家里地方小，但是他的公司呢是贩卖鱼的，他也没管，他就反正都是封着那个箱子哈，他就搬去这个放鱼的这个仓库里头。2年以后，他说取一块出来喝吧，他简直像喝鱼汤一样。对，就是那个鱼腥味儿就很浓。这咸鱼普洱茶了。对，这个不行的哈。是。所以就是不要装到塑料袋里头，它发霉，它空气要流通。像我存放的时候，那个现在是纸箱子。纸箱子我就故意扎几个大的洞，希望有风啊能够穿过去。这样比较安全。好。它就是如果完全封住之后呢，就怕发霉。好，感恩师父提醒。那散茶的话呢，我们就是像师父刚才讲的，放在玻璃瓶子里呀，或者是瓷瓶子里呀，就是这样子比较健康的这种容器里哈。对。塑料的就不太好。它还有一些紫砂管。对，首先是别放到塑料袋和塑料瓶里头。因为就算塑料袋、塑料瓶，就是买的贵的哈。这个塑料本身它是容易被分解的。被啥分解知道吗？被阳光和空气分解。是这样。其实很多人不注意哈。比如说这个矿泉水，你要喝的时候很少有人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啊？对。如果这矿泉水就是干净的普通矿泉水，它放了3年的话，对不起，你别喝了。如果你喝的话，你会觉得很有质量的感觉。就是塑料都融化进去了。塑料溶解了。溶解在水里，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对，这其实对身体很有害了。是啊。塑料又排不出来，不好排。塑化剂啊。但是塑料也能跑到血液里去。是有毒害的哈。是。所以别把这个食品呢放进塑料里头去。好。无论塑料袋、塑料盒。好吧。好。茶叶更是如此。好的。放玻璃的、陶瓷的都是可以的。对。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提醒。好。
那我们看到师父的这个桌上有很精美的这个青瓷的茶壶，还有茶杯哈。对呀。对，我们这儿也有啊，是。对。是非常感恩师父。很好，很好。清晰明目啊。对对，也是非常感恩师父在这个药师记我们慈悲音上哈，能够让我们广大的网友啊都来迎请，带着师父最美好祝福的，也非常雅致精美的青瓷茶具啊。对，回去美美的泡上一壶茶哈，心情很好的在那儿慢慢的品尝菩提普洱茶，消灾延寿。哎，消灾延寿，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每个人每一家都需要的。对，今天咱们讲的它能延寿哈。对，就是这样。是啥呢？是茶哈，是普洱茶，是菩提普洱茶。对了。我们还有一系列非常可爱的茶宠对，我们看到，你看我们在这个图片上能看到哈，真的是很可爱啊，有不同的小动物啊哈，其实每一个小动物它们都有着很好的寓意。是啊，我记得师父也有跟我们说，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它们就带给我们不同的启发不同的启发。比如说，在师父桌上有一个这个青蛙哈，它在做禅对对，叫禅修娃娃哈，哎，就是师父说，你看青蛙都在修行，那你修了吗？对，每天请这样的青蛙回家的话啊，每天要提醒自己哈，要好好的去修啊，去就是做人呐，要更加的善良做得更好。比如说马呢，万马奔腾，前途无量。对。哎，牛呢，牛气冲天。大富大贵，是，对吧？那龙宝宝呢？望子成龙哈，云腾四海，这多好呀！是，都是吉祥的寓意。对，带给我们很美好的祝福。对，一边喝茶一边开悟，收到，收到。是，好的，非常感恩师父。那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茶的这个健康的帮助哈，是，香可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就是也非常感恩，就是每次赞助我们的那个直播的那些网友们，那也请师父给大家一个加持祝福。好，真诚祝福所有的赞助。我们直播哈，赞助我们这个频道哈，赞助菩提禅修的网友和朋友们呢，全家幸福，收到，健康长寿，收到，大富大贵，收到，家族兴旺，收到，儿女成才，收到，哎。对，反正美美的祝福，满满的祝福都送给大家了哈。收到，感恩师父。好，那也提醒网友们，我们下期的直播时间，是亚洲台北时间2024年10月6号周日晚上7点，北美温哥华时间是10月6号凌晨4点。到时候再期待师父给我们讲更多精彩的内容。好，祝福大家如意吉祥。收到，健康快乐，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
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